半岛不大，创造神话。近日，有卫星图像显示，朝鲜的新型空中预警机已经不声不响地出现在了平壤国际机场的跑道上。虽然朝鲜方面那边悄无声息，也没有任何官方报道，但仅是这几张卫星图像就足以点燃全球军事爱好者的热情，纷纷猜测这个神秘的预警机到底是什么来头。那么，朝鲜新预警机是哪儿来的？它的性能如何？朝鲜空军要预警机是做什么用的？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朝鲜这个神秘预警机到底是何方神圣。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朝鲜的这个预警机是从哪儿来的。虽说朝鲜半岛距离太阳比较近光合作用强烈，但预警机这种东西可不是高丽参，不像是能从地里冒出来的样子。最早有关朝鲜预警机的消息出现在2023年底，詹姆斯·马丁防扩散研究中心通过公开的卫星影像首次披露了朝鲜这架神秘的预警机。只不过呢，它才刚刚开始改装。从卫星图像上，我们可以初步确定，这架正在接受改装的预警机是朝鲜的一架伊尔76。伊尔76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它最早是由苏联伊留申设计局开发，定位是多用途4发战略运输机，用来取代安东诺夫的安12，有效载荷40吨，飞行距离5000公里。特色是能够在条件比较恶劣的机场起降。在苏联解体之后，安东诺夫归了乌克兰，伊尔76成了老艺术家，荣膺俄罗斯第一运输机之位。上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穷得荡气回肠的时候，曾经将3架伊尔76 TD 出售给朝鲜高丽航空，用于民用的货物运输。这也就是朝鲜这3架伊尔76的来源。但众所周知，朝鲜有2大思想，一个叫主体，另一个叫先军。主体呢，大家都很熟悉，就是宇宙的中心在朝鲜，朝鲜的中心在平壤。而先军思想归结起来就是一切工作以军事为先，以军事为重，有点斯巴达穷兵黩武的味道。由于先军思想的存在，朝鲜民用之间的界限相当模糊。这几架伊尔76名义上是民航货机，但经常被朝鲜空军借走，用来进行伞兵训练。此外，这3架伊尔76也是朝鲜唯一能够执行战略空运的空中单位。似乎还有媒体拍到过迷彩涂装的朝鲜伊尔76，似乎是在执行空运任务。因此，这3架伊尔76中选出1架改装成预警机，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朝鲜的这个选择好不好呢？非常好。作为预警机平台，伊尔76的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它可以在不影响机身结构强度的情况下搭载大型雷达天线，改装多机位指挥控制台，搭乘电子战设备和操作人员等。俄罗斯的 A50 预警机，印度的 A50i，伊拉克的巴格达系列预警机都是以伊尔76作为飞行平台，在此之上进行一系列改装得来的。不过光有机身还不行，大家都知道预警机的性能如何，几乎完全取决于它头顶上的大碟子，也就是雷达。朝鲜必须获得合适的远程雷达，才能够制造一台真正实用的预警机。2024年9月8日，从卫星图像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架伊尔76的背上已经装上了雷达天线的支架。到了2025年3月4日，整个雷达天线都安装完毕。从配色上来看，有些类似于印度空军使用的 A50i， 但印度的这个 A50i 预警机雷达罩内安装的是以色列产的 ELW2090。朝鲜想搞来这玩意儿，基本上属于貔貅上厕所，没门儿。那么朝鲜能用什么雷达呢？我们知道，预警机雷达大致可分为2种，一种是机械扫描雷达，另一种是 3D 有源相控阵。机械扫描虽说是机械扫描，但它也不完全是依靠天线转动来监视整个空域的，不然天线的机械结构就算是转出火星子来，也没法同时搜索4面8方的目标。还是以俄罗斯的 A50 为例，在水平方向上 ，A50 的雷达以每分钟6转的速度扫描空域，而在垂直方向上，则依靠电子阵列进行上下扫描，从而实现对空域的全面覆盖。相较于先进的有源相控阵来说，这种机械扫描雷达，不论是速度还是同时处理的目标数量都相对较差。不过，虽然这种雷达技术门槛低，效果差，但对于朝鲜这种工业基础天残地缺的国家来说，要从头自主研发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朝鲜的这个雷达极有可能要仰仗外部的支持。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说的是朝鲜的这个预警机雷达罩的体积非常大，甚至比 A50 上的还要大一圈。因此里面可能藏着3面相控阵雷达，但是这种说法是没有依据的。如果我们把 A50 的图纸和卫星图放在一起比较的话，就会发现这个雷达罩和 A50 上面的那个基本上是完全相同的。
所以说，三面相控阵的说法基本上属于是以讹传讹的无稽之谈。考虑到朝鲜在俄乌战争中出兵又出力，换一些技术和物资方面的支持应该不成问题，这一点我们后面详细分析。现在我们想知道的是，朝鲜空军底子那么差，要预警机干什么用呢？空中预警机顾名思义，是实现早期空情探测、进行战场态势感知、提供空中预警和指挥的特殊单位。从功能上看，我们可以把它当成地面雷达站和指挥所的合体。但朝鲜的空军实力大家也知道，在国际上不能说毫无影响力，只能说基本查无此人。目前朝鲜最先进的战斗机还是冷战末期交付的米格29，而且朝鲜的米格29是阉割版中的阉割版。当年苏联的军火出口是分3个档次的，第一档是苏联的一手自用，包括航电系统、光电瞄准系统等都是最好的设备。到了苏联的兄弟们，也就是华约国家，例如东德、波兰、罗马尼亚等国，就要降上一档，只能拿到降级的雷达、降级的导航系统和过时的敌我识别模块。到了第3档，也就是朝鲜这一档，雷达和航电设备会进一步降级阉割。朝鲜的米格29批次上叫做 9.13B， 甚至连敌我识别系统都没有。和对面韩国的一水美械比起来，朝鲜空军基本上属于赤贫阶段。那么问题来了，朝鲜空军本身就不发达，信息化程度也比较差，为什么还要花费大量的资源去投资预警机呢？原因有很多，我们依次来分析一下。首先，在防空方面，预警机是非常有用的。由于预警机飞在空中，基本不受地球曲率的影响，能够捕获许多地面上看不到的目标，因此在防空领域表现比传统的地面雷达站要好很多。举例来说，即使是 E3 这样的老式空中预警机，其探测距离也可以轻松超过400公里。美国空军最新的 E7 蝎尾鹰最大探测距离甚至超过了600公里。举例来说，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直线距离也就是2000公里左右。也就是说，2架E7预警机就可以覆盖整个中欧，说它是战略级单位、国之重器，一点也不为过。此外，预警机雷达可以填补地面雷达的低空盲区。考虑到朝鲜半岛南北加起来不过700多公里，一架 A50 级别的预警机已经可以有效地补充朝鲜现有的防空网络，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威胁到韩国最先进的战斗机以及低空飞行的巡航导弹等。由于朝鲜的火炮威胁，韩国对巡航导弹的兴趣非常强烈。近期甚至有消息称，韩国正在考虑部署核武器来先发制人地解决朝鲜政权。而对于韩国来说，巡航导弹显然是最好的核武载具。但即使是韩国不发展核武器，仅是常规导弹也足够朝鲜喝一壶的。由于韩国的情报优势，一旦朝韩战事再起，朝鲜的很多重要军事目标恐怕都会在第一轮打击中灰飞烟灭。而对于朝鲜来说，预警机使用的机载雷达可以让朝鲜空军获得宝贵的俯视能力，能够更好地发现地面杂波中的飞机和巡航导弹。因此，能够探测巡航导弹的空中预警系统，对于朝鲜高层来说，绝对是无法抗拒的诱惑。至于预警机的另一项作用，也就是充当空中指挥所、协助空战的功能，朝鲜的预警机想必也是有的。但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由于朝鲜空军的现代化程度至今仍然是个谜一样的存在，朝鲜的老式战斗机的信息化情况究竟如何，到底能不能和预警机配合起来，配合情况又如何，恐怕连朝鲜人自己也不清楚，只能等未来预警机完成，通过演习来检验战斗力了。不过上面我们提到的这2个还都是常规用途，大家都知道，朝鲜的一大特色就是不按常理出牌，有一些冷门的预警机用法也可能会进入朝鲜空军高层的视线。例如，预警机可以成为朝鲜核威慑体系的一部分，为朝鲜的弹道导弹提供监视和修正，提升朝鲜远程打击的精准度，也可以利用强大的雷达对韩国进行电子干扰和电子战，甚至是进行一些宣传上的攻击和破坏。例如，朝鲜曾使用无线电干扰韩国的一些电视和广播频道。比较搞笑的是，由于朝鲜电力短缺，他们这种无线电干扰有时候会因为停电突然断上几天，然后再恢复。另外，除了常见的电子战能力和对海监视能力以外，朝鲜预警机的一个可能的用途就是支援朝鲜的非对称作战，或者说支援朝鲜特工渗透韩国。朝鲜特工渗透韩国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作为知名的流氓国家，朝鲜经常使用特工对韩国进行破坏和情报搜集活动。这种例子可以说数不胜数，我们挑其中比较有名的来说一说。一个是1968年的青瓦台袭击事件，朝鲜军方派出特工伪装成韩国军人突袭青瓦台，试图刺杀时任韩国总统朴正熙。
朝鲜特工在距离青瓦台仅100米时才被发现。激烈的战斗中，31名朝鲜特工中仅有2人生还。另一个比较有名的，则是1996年的江陵潜艇渗透事件。朝鲜特种部队为收集韩国情报，使用鲨鱼级潜艇渗透至韩国东海岸的江陵市附近。由于渗透用的潜艇搁浅，参与行动的26名朝鲜士兵不得不弃艇登岸，躲入附近的山林中躲藏。被惊动的韩国军警调集重兵，将此地团团围住，展开了2个多月的搜捕。最后，朝鲜人也是仅有2人幸存，他们搭乘的潜艇也被打捞了上来，目前陈列在江陵附近的统一公园里。很显然，派遣特工进入韩国风险大、成本高不说，一旦出了纰漏，光之战士送命不说，还会引起国际上的谴责。而如果有了预警机在空中进行情报收集，想必是更为稳妥和安全的。从事实上来说，一架1276改装的空中哨所在范围上足够覆盖整个朝鲜半岛，也能对韩国空军的活动进行警戒和监视，并且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增强朝鲜的防空能力。但它并不是没有缺陷。首先，只有1架预警机是无法提供持续的空中监视能力的。而如果把另外2架1276也改成预警机，朝鲜就会失去重型空运能力，这算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了。当然，如果朝鲜空军不需要空运迈巴赫的话，那么3架1276全都改成预警机也是不错的方案。至于说实际作战能力方面，那就是更大的一个问题了。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目前我们很难确定朝鲜的这架预警机具体实力如何，但如果要发挥它的全部潜力，依靠现在朝鲜空军这几块料显然是不够看的。如果想要在空战中提供有效的实时指挥，那么预警机平台必须和战斗机之间建立空对空数据链，而这是朝鲜空军最缺乏的东西。朝鲜目前大部分的战斗机，例如米格21和米格17等，都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数据链功能。对于这些战斗机来说，预警机对战斗力的提升基本为零，而对它们进行现代化改造也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基本上可以排除。因此，我们可以说，在空战领域，朝鲜的这架预警机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它的实战价值，在短期内都很难和南边的韩国空军掰掰手腕。但朝鲜预警机的出现足以证明朝鲜军事的现代化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但朝鲜的军事现代化，如果只靠朝鲜的工业水平，恐怕100年都无法完成。至少目前来看，全世界有能力开发预警机的也就是那么10来个国家，而朝鲜显然不在此列。那么这些预警机是哪里来的呢？自从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朝俄之间的关系迅速升温，已经从臭味相投变成了一丘之貉，眼看就要狼狈为奸了。韩国情报机构曾披露，朝鲜迄今已向俄乌前线运送了数十批弹药，甚至是一些朝鲜军队的重火力，例如鼓山大炮等，也出现在了乌克兰境内。而俄罗斯投桃报李，向朝鲜提供了卫星发射技术，以满足金将军半夜登陆太阳的梦想。朝俄两国很有可能会达成交换协议，俄罗斯提供导弹和航天相关的尖端技术，来换取朝鲜的库存炮弹和装备。因此，俄罗斯向朝鲜提供预警机的软硬件，可以说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另一个关键的证据则来自于俄罗斯境内。目前，俄罗斯正在拆除一部分别里耶夫 B1976，也就是所谓的1276 SKIP 机载检查测量与控制中心，主要用于导弹试验期间的遥感使用。因此，很有可能朝鲜的新预警机是用 BE976上的零件组合而成的。但不论来源如何，朝鲜空军的信息化程度低是板上钉钉的。摆在金正恩同志面前的似乎只有一条路，那就是继续找俄罗斯买新型战斗机。此前，金将军在访问俄罗斯期间，曾参观了一家生产先进战斗机的工厂，因此可以认为俄罗斯也在向朝鲜兜售战斗机。这个时候，肯定有朋友会说，俄罗斯这可是下了一手大棋，提前锁定军火订单了。可惜的是，作为一穷二白，经常需要靠偷印美元来补贴外汇的国家，朝鲜手里也没什么能够吸引俄罗斯的资源。一旦俄乌战争结束，一穷二白的朝鲜除了人力以外，能用什么东西换取俄罗斯武器和技术，也是朝鲜领导人头痛的问题。